哇，哇，好顶啊！天哪！平复一下。因为我自己是香港的事务律师，其实我平时就很少会参与去看这些法庭的庭审，但我自己看，其实刚才也会让我真的很有代入感。那其实香港的一个庭审大致的话，它可以分为3个阶段。那第一个呢，就是开案陈词，就是双方的大律师会把各自的这一个代表客户，然后他的这个案件，然后包括他的一个理据，然后他的一个申诉请求，然后向法庭然后做一个陈述。然后第2个阶段的话呢，其实就是一个证人问讯的一个阶段，就是刚才这个。就是这个精彩啊！对，然后证人问讯通常是整个庭审里面，然后最刺激，然后大家最有看点的。所以说的话呢，在整个的问讯阶段的话呢，它又会分成主问，然后是盘问，然后还是复问。那一开始你问你自己的这个证人，然后对方律师问你的证人。很多证人因为他没有受过专业的法律的这些培训，包括你会看到刚才其实2名大律师的话，他用了很多的技巧。对，其实可能一开始的时候你会知道，他想问什么。但是到最后的时候的话，就你才会明白，恍然大悟，其实就是要引导那个证人给到法官，或者说是说出一句话，或者是给出一个感觉。对，好多的大律师用了很多次，就是他先说一段，说了一段之后的话，可能对家的大律师然后会起来说反对。然后他说好，那我撤回。对，还有撤回。那这个撤回，其实因为很多有一些的话，确实可能在这个法律下面、原则下面的话，他可能说的一些并不能够得到法律的支持。但是的话呢，因为他就用这些技巧，会让法官，包括会让陪审团，然后对于这个有一个情感上面的一个判断。那包括其实像整个的这一个盘问结束之后的话，那最后双方原告被告其实都还会做一个结案陈词。像我们去年那一季的话，主要就是模拟的是结案陈词的这一个部分。但是看这个环节就短兵相接，锱铢必较啊，针锋相对。纯叶之前，我记得你酷爱香港律政剧。对。现在这场看完，跟你的之前认知一致吗？就是我感觉这个看完，因为我没有看过这么真实的盘问的这个环节，因为上季我们是结案陈词嘛，就没有这么激烈。好像香港法庭的大律师的自我的这个空间会主导性会更强一点。对，因为特别符合是什么？我看律政剧有一个特别明显的，就是香港大律师会来回走。就他盘问的时候，他会有一种演说的感觉，他的话语的那个表达的那个空间和那个主动性好像更多，他有可能会感觉整个地方都是他的舞台。对。常规来讲，实习生到了第一站的时候啊，带教导师一般都是一个指导者身份，我们还没有过一上来先展现自己风采，对，先放了大。那这3位出来之后，大家觉得怎么样？一物降一物嘛，就这个感觉。我想就是那个人感觉很厉害了，旁边那个人就感觉overrule 什么，弄完之后，然后结果他再反过来的时候就更厉害，他们互相不着急哈。就每次听完一个人的那个盘问之后，都觉得已经把他逼到死路了，你就觉得这观点已经要被锤死了。但是第2个人再反问回来的时候，你又觉得又很多细节被他抓到。我印象最深的是这个关百安律师，哇，他英语好舒服啊。但有没有觉得有点像毒舌律师那种痞痞的感觉？有，是的。然后在法庭上面非常松弛，对，状态很好，一路就想听他一直说。前面觉得他这个点到底在哪，他最后总能给你一个惊喜，把所有的前面埋下的钩子都扣回来。对。关律师，因为他之前有看到他的介绍背景的时候的话，他是做了非常多年的律政司的检控官，所以他有一点那种引蛇出洞，然后接下来到最后一击致命的这一些这种法庭上面的策略，还真是。我特别同意你刚刚说这，因为我刚想一个，我一直找不到。他特别会瓦解一个人意志。他刚不是一个问题，我们看似好像是顺着那个原告的思路问，然后问完之后，原告回答之后，他说了一句话，他说：“你不要试图揣测我的意图，请你简单的回答我这个问题，你懂 ？Yes or no？ Yes or no？” 所以纯叶就是这种人对你来说是有魅力的还是可怕的？我的魅力啊！魅力啊！这种男的多可怕呀！他让你承认你错了，越危险越致命的吸引。他好像在那个上里把他操纵人性，是不是这样？拿到这样剧本的时候会特别爽，就是前面先是感觉是扎的都是小刀，后边噗一剑出去。那当然了，你不知道我干嘛，最后捅你一刀。
阿曼姐也会喜欢这个 style 吗？我喜欢他的那个工作态度，但是真人当然我就害怕了。没有，但我还是要在这里讲，这些都是属于法庭辩论的技巧，并不代表说关律师可能在生活当中非常和蔼可亲。那想问问阿曼姐，刚才的卜律师的整个法庭上的表现，您看完之后有什么感觉？我觉得他挺好的，因为他好像以柔制刚，那个控方律师是挺猛的，对，压迫感很强。那但是他好像很松容的，因为他准备功课做得很好了。功夫在庭下。其实这个卜律师啊，然后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留意到，在介绍他的这个简历的时候，其实他是有在 PCL 的课程里面给那些 PCL 的学生教授这些法庭辩论的这些技巧。对，所以他是有一点点学院派，很四平八稳，然后接下来我就站在那边很正气，然后接下来很稳，按照我自己的这个节奏，非常有章法的这样的在法庭辩论。对他给我那种感觉，就是对方那铁头功，然后练好多特别独门绝招，他心有成竹，拿了一把枪，人练了一堆招，说好，你先演，然后梆一下，然后就走了，一收，然后就是走了那种啊。他知道他自己最致命的那一下，他怎么去回攻击别人啊？而且他那种温柔的气质啊，包裹着那些锋利的问题，能化解那些问题本身的那种力度。他中间有一个问题，他说：“您是骗子吗？就您是一个诈骗犯吗？”对，这个问题如果说很凶毒，你是个诈骗犯吗？就会让人就很不适。但他很优雅的问：“那您是诈骗犯吗？”就好像我已经看透你了，对吧？哦，就他的问题其实很狠，对，但他的那种泄力啊，那种温柔，像棉花一样包裹住那把针，那根枪，太厉害了。那几个学生在那儿，哎，还真的是，我觉得真的很难为他们，因为即使英文很好，但是第一次听一个这么长段的英文，哇，那个很难听。而且他们没有文件，就大家会说翻到多少页，他们没有，他们要疯狂记。他们真的不容易，第一次就来这么大的考验，很棒啊！算是一个地狱开局。真的，我觉得其实这个开局今年的非常的特殊，因为其实前几季的话，那大家都是很正常的，然后可能有一个整体的一个慢慢的介绍之后的话呢，就让你逐渐进入状态。但是确实之前几季都有一个由浅入深、由浅入难的一个过程，但这一季一上来，我想问问各位，在职场当中，新人阶段或者初入职场遇到的第一个大场面，还有印象吗？我会想到我以前当舞蹈员，在第一次上台的时候。就是在排舞室练的都挺好的，这些镜子，然后大家练，但是一去到那个现场，会记录到你中间有跳错的经验，就特别难，就是这么多人观众，然后在这么大个台，第一次上去一定会有最错的那个经验的，然后还记录下来，就是我会曾经有跳错的，所以我现在印象特别深。应该要我拍哭戏。因为我一来就演一个老婆了，那个时候我还小嘛，然后又什么离婚啊，什么经历太多了那个角色，但是我都没有那些经历，我就刚毕业，所以我都没有那种感情，没有那种想法。然后导演说，你这里最好是伤心一点吧。然后我就哭不出来。您跟导演说，本身我是一个很乐观的人，所以我真的哭不出来。这个可以，这个理由很棒。或者说这有什么好哭的？不敢说，他们都很认真。然后你知道，一拍哭戏的时候，旁边的人都全部很安静。哦，对。你呼吸都听得到那种安静啊，然后就压力非常大，然后最后拍不成。第一部戏遇到大场面，那后来有没有一些哭戏小技巧？都是投入，要投入进去。每次都像第一次，然后就哭了。那次我的情绪，我的情绪太惨了，对，太丢人了，爆炸了。你说，我想听你的故事。不是，我没有什么故事，我就是第一次上台嘛。大场面。我们之前过一回万人唾弃啊，就是当时有一个艺人特别红，然后呢，酒店门口全是等他的。然后我们乐队呢，然后那个车，反正艺人一个一个到嘛，然后他们都以为是那个艺人来了，一听就是3个字的艺人，我们刚一下去，别人看见我们1万多人一块说，唉。听完那一刻，你那一刻就是
真的还想再活，然后就很难过呀。然后但是也没有办法。但是我一直认为这些东西特别好，你知道，就是因为这些经历，后来我演出就很少会让我感觉到尴尬。因为现在有很多艺人朋友或者年轻一点的跟我说，他演出会怕的尴尬。我说尴尬，我们享受尴尬。OK 了，我们刚才看到了带教导师的首轮的锋芒展示，技惊四座，然后其实给所有的8位实习生做了一个非常好的表率，他们即将成为的样子会是什么样子？那接下来也就到了他们要展现自己风采的时候了。下一段 VCR 我们会看到实习生律师抵达律所之后发生的事，好不好？一起来看。你们仅用半个小时，就完成了80页的案情分析报告，是不是有团队在暗中帮忙？说。有。跟你们的 offer 说再见吧。等等，惠小薇 AI 效率神器，爬资讯、讲点子、写文档，一键就搞定，真的是一个人。AI 智能会议、双语会议同传，实时速记，马上就能 AI 总结。有了惠小薇，就是一个团队。惠普新 Book Pro 14 AI PC， 全新进阶的惠普新 Book Pro 14 AI PC， 搭配惠小薇智能助手，写报告、聊资讯、做 PPT， 还能双语翻译、记会议纪要，全面提升 AI 生产力。AI PC 出手 ，offer 轻松到手。好，那我们就回大律师事务所，还有其他的工作。随便做，随便做，随便做。哇哦！来，你坐这儿吧，咱们俩挨着来。很紧张，这个压力不知道如何化解。好奇大家的 MBTI 是什么？哦，其实我们之前讨论过，但是你当时还没有来。对吗？我是 ENFJ。我是 ENFP 跟 EFJ 来回来挑。哦，我是 ENTP。都 E 啊，先发言的都是 E 人。TP， 我是 INTJ， 只有我一个 I 人了。我也是 INTJ。你们是2个 I 人，其他人全是 E 人。但我觉得是2个，其他人全是。我觉得在香港我已经快变 I 了。为啥？我觉得跟我之前接触的教育背景这些很不一样。慢慢来，没事，还好。对，所以我对自己的期待就是多学一点就好。都是这样的。陈仲瑜已经现在觉得场面打开了，不用他再主持了，功成身退。香港理工大学是吗？它就是红砖墙，还挺漂亮的，食堂也好吃。你在香港待了多久啊？我从去年8月待到现在。哎，你待到现在没有学会一些口音吗？或者粤语？粤语说过一点，就是什么唔该。就是地铁上你就要下车，你就说唔该，就让他们借过一下意思。哦，唔该。然后谢谢就多谢。挺标准的。多谢。回家翻 OK。港姐她说的对吗？挺棒的，挺棒的。他没来之前我说的特别自信，他一来之后，我开始检查一下自己的发音。看左边，看左边的海景，挺漂亮的。导游哎，天哪，真漂亮！铜锣湾，这是铜锣湾应该是对，很多游艇在这儿停泊。但是感觉这样出海应该会很开心吧？我们可以坐这种船出海。小乌篷船是吧？你们不能出海，你们还要坐客艇。多漂亮！我今天天气很好，真的很好。哇，好美啊！眼里是星辰大海，身边是律所办公室。哇，香港实在是太美了。
又到了，我们要开始奋笔疾书了。我力气势好好啊，绝对一马当先。天哪！好，进来，欢迎大家。那我们就正式开始你们的实习任务。首先，你们可以看见这里面写着法理精明 ，Wisdom, knowledge and prudence makes a perfect barrister。法理精明其实有很多含义的，法当然就是我们讲的法律。那理呢，其实可以是道理，也可以是理解，就是你要对自己的论点是有道理的，有一个深刻的理解。精呢，当然你要很 specialize。明，首先第一步是你自己要明白，第二步你要跟客户解释清楚，让他们明白。第三个就是你要跟法官讲明白，在法庭上讲得明白。所以希望你们在实习的过程中，时时刻刻记住这4个字：法理精明。好的，谢谢布略。这个是1号会议室，这个是2号会议室。我们有的时候可能会进行一些讨论啊，在这里。2位是我们的助理，这位是 Melanie， 这位是 Larissa。Hello， 你们好。嗨。你们有什么问题的话，可以先去问一问他们。好的。这是我的房间。哇，这是我正式成为大律师的照片。好帅。然后这里还有那个法理精明的，是我妈妈写的字。哇，写得好棒，好厉害哦！家学渊源啊。这个是我的房间。哇，象棋。你可以看到呢，我也蛮多棋盘。哇，因为我是很喜欢下象棋的人。怪不得这个布局这么强。正义的女神呢，就是你们都知道她为什么把住她的眼睛吗？就是正义女神，她就是要秉持一个秉公的一个状态，所以她不希望她自己看到的一些东西影响了她的判断。对。这是我的房间，这幅画是高8的时候先生送给我的。哦，浪漫。然后后面最左边我那个船的证书，因为我考了一个那个游乐船只的证书。哇，因为香港嘛有海啊，你可以做一些 wakeboard 啊，或者是自己去开船玩，大家有机会可以去体会一下。好。然后中间那个呢，是我当时在牛津大学的一个 summer course， 然后去那儿学了一些关于上庭技巧的一个课程。我觉得呢，终身受益，真的是学到了很多东西啊，对自己的 practice 也有很大的帮助。这里是益达自在屋，这儿不错哎，这个好，嚼出自在好状态。大家可以在这儿放松一下。这个区域呢是我们的休闲区，可以喝个咖啡啊，还可以欣赏一下香港的美景。哇！现在这个时间也是很漂亮的，有山有海，好漂亮啊！天哪！通常就是让你放松之后，马上就要给任务了。那我们强调劳逸结合嘛，我们工作辛苦的同时，也不能亏待了自己。对，可以喝很多的咖啡。好，那我们简单修整一下，你们将刚才的这个庭审的笔记整理一下，提交上来，然后我们15分钟在2号会议室集合。美景到此结束。所以我们要在15分钟之内提交，是吗？还是？啊，是的，在集合之前提交。好的。走快点吧。跑起来啊，朋友们！请问我们是不是用英文写的？是的。好的，可以用。啊，哈哈。这边是你们的工区，你们自己选择坐的座位。2号会议室15分钟。好的。那我坐里面吧。行。
我这。妈呀！天哪！直接发呀！我感觉像个 assembly of rubbish。我也是。6点59，咱们7点13之前要去。但是我特别享受这种感觉，时间紧任务重的感觉。时间越紧，其实出活越精彩。小哥哥，你在干什么？他没听见吗？他可能没太注意。Hello。现在咱们就开始要整理了，要交过去了。开课之前要交过去。15分钟，对，快去！那我完了呀！不是，我就在想他们怎么那么悠闲啊？完了，那我只能先发一个。我刚在那儿悠哉的。谢谢。第一位，志远。他还是很稳的，若晴。已经是第1轮考核了，也涉及到成果 PK 了。啊，他们准备去开会了。天哪！不是已经过了15分钟了吗？差不多，可能再等个2分钟。现在还有2分钟。啊！完了！那个邮箱是什么呀？哦，好，谢谢。2分鐘過晒咯喎，催佢嚟啦。别催了。OK， 请过来2號會議室。卡点发送。没问题，可以。至少先发一个吧。来了。好，再次欢迎大家正式开始香港大律师的实习工作。相信你们一定很关心如何能拿到这次的 offer。下面我来宣布考核规则。我们会有8个课题来考验大家，然后这个8个课题呢是不同类型、不同形式的案子。
通过这8个课题之后呢，最终会产生2个 offer。每一个课题获胜的同学呢，就可以获得这个 KPI。但是，整个季度需要超过100个 KPI 的同学才可以去竞争最后的 offer 的资格。除此之外呢，今年我们还加了一个特别的激励机制。哦，就是第1个达到100分 KPI 的实习生呢，就可以开启这个特别的机制。但是至于这个特别的机制是什么呢？是什么呢？具体是需要在开启的时候才会揭晓。那我们的 offer 的内容具体是什么呢？是一个非常有吸引力的礼包。那我们都知道 PCL 是我们的必经之路，你想在香港做职业大律师的话，必须要上这个 PCL 的课程，而这个 PCL 课程的学费也是非常昂贵的。所以我们这个礼包的第1部分就是 PCL 的全额奖学金。天哪！哦，很棒哦，厉害厉害，这个很。我心动了，心动了。第2部分就是可以成为我们的正式学徒。那我们呢会带领你们走上大律师的道路，在一旁指导你们。这就是我们这次 offer 的礼包的内容。其实是在大律师界里面，他会有这种传统。现在他就会有一个师傅，然后带着徒弟，然后有一点一日为师，终身为父的意味啊。对，就是那些已经职业若干年的大律师啊，然后还有资格去带徒弟。相信大家对于这个大律师基本的一些调查是有做过的。你们要知道，你选择的这条道路并不是非常平坦的一条道路。虽然我们知道是有困难，但是这个天花板也是一个很高的，它的社会地位啊以及收入是有巨大的发展空间的，是很有潜力的。你们有听说过是用小时收费的吗？哇哦！我了解到，可能有的律师1个小时就上千港币的一个咨询费，尤其是 Senior Counsel， 他们就很贵很贵。是的，的确是这样。在我刚刚开始职业的时候，我跟我的师傅一起跟客户开会，师傅是资深大律师，然后我们一个会开下来可能是1个半小时，当时他的收入是10万港币。哇！你努力的越多，你潜力开发出来的越多，你这个天花板触及的就更高。好，刚才各位实习生都提交了庭审记录，但是有人迟交了。我们的第1个课题并没有结束。接下来大家要做的事情就是作为原告大律师团队，根据你所记录的庭审的记录，做一份庭审分析报告。这个报告的要求呢，第1点要包括案件的核心争议点，第2点检索到2个对原告案情理据最有利的支持案例。那这份分析报告呢，是需要大家用书面的形式递交的。递交之后呢，也会做一个当面的口头汇报。当你们做好这份报告之后呢，就把报告发给助手 Larissa。那他呢就会按照顺序喊你们到会议室去汇报。需要大家特别注意的是，我们只会通过2份合格的报告，后面不收了，所以通过的实习生就可以下班。先进去的人合格了，后面就不收了。那还是跟时间有关系啊。就是你觉得你自己准备好了，你就去交；那你不通过的话，就打回去。但这个压力很大。好，那事不宜迟，大家可以开始准备了。8位，然后他们难度升级。
因为本来以为只是交一个庭审的记录，现在发现加了功课。他们好像要做2件事，是不是？分析报告，另外还要新增2个案例，进行案件检索，找到2个有利于原告方的案件。哦。就是让用以前类似的事来证明现在这个事情嘛，是吧？啊，这就是他们这个普通法系的一种论证的一个逻辑。它其实通常会是找一些存在着类似的案情，或者是类似争议点的法庭判决，然后呢，接下来去看这个判决里面法官有考量哪些因素，然后最后得出了怎样的一个结论，然后依据在那个判决里面所提出的原则，然后呢来证明我们现在的法官也应该依循这一些判例里面的这些原则，给出我方所想要的一个有利的一个判决。所以这种判例法背景，法官每一次判决要非常谨慎，对，因为都会成为之后来搜寻的时候的对象。是的，就我们对于公平正义的判断是很抽象的，但是同案同判这个东西是实现公平的一个相对来说大家都比较认可的一个原则。你至少说你相同的事情，你不可能说在这里判的是这个结果，在那里判的是这个结果，这明显就不是公平公正。那我很好奇，社会背景和文化背景有这么大的差别，上世纪70年代的一个案件，跟现在人们的伦理观念，对，所以说呢，你在比如说我找到一个有利于我的案件，如果是对方的律师的话，他可能认为这个案件是不适用的，那他就会要指出这些案件有哪一些不同的地方，就好像陈明老师讲的，那可能我就会讲这个案子其实是在70年代判的，当时整个的一个社会的背景跟我们现在的情况是完全不同的，有哪些不同之处，所以我会向法庭提出对方引用的这个判决，其实在我们现在这个案子里面是不适用的。哦，所以你要预判对方可能会搜哪些案例，是，并且有哪些支持的原则，是，然后提前做好反驳的可能性。那这8个人他们会找到案例都差不多，有的会重复的，就看谁文笔好或者谁说的漂亮呗。当然，最后呈现的方式的话，第一个包括你的一个分析，然后第二个的话呢，找到案例之后的话呢，你会有一个口头的汇报，在汇报的过程当中的话，一定会去问你为什么认为这2个案子是相关的，以及为什么认为是有利于我们原告方的。明白。考你的时候到了啊，头绿。刚才提到了核心争议点，还有案件的犯罪本质，你给分析一下。如果你要来点的话，点在哪里？就是因为我刚刚有听这个双方的律师，他不是对证人进行了这个聆讯嘛，对不对？那在这个过程里面，其实能够体现出他们一个核心的争议点。我觉得其中一点很重要的就是，原告打的这笔钱到底是用于买车，还是说是用于这个虚拟货币的交易？因为这个事实对于被告双方来讲都是有价值的。对于原告来讲，他要证明这笔钱是用来买车的，所以你收了我这笔钱，你要还回来。那对于被告而言，那如果你这笔钱真的是买车的，但我这个网站其实没有任何买车的业务，所以我收到这笔钱，它其实就是我的一个不当得利。那我就有一个可能收到这笔钱了之后，我要去妥善的保管它。那有人问我来要，我就要还给他。所以关于这笔钱的定性是一定要争议的一个要点。懂了，一个是买车还是买币？我觉得这点总归是有的吧。厉害厉害，我觉得非常棒，我都开始有点困了。但是说明他就是有道理，对，有道理。那接下来就到了我们实习生们展现自己实力的时候，因为接下来过程会非常紧张，然后我要提醒各位，打起12分精神，认真观看，不能放过任何一个细节。我们要通过这一段 VCR 的观察来找到有哪2位我们认为会最先通过这个课题的考核，并且在后面在他们的名单上盖上我们 offer 的大红章印。那如果我们推理正确，我们就会点亮一盏灯。而我们这一季节目当中，如果我们点的灯够多，我们就可以解锁一个额外的 offer 提供给他们。他们本来是2个，我们灯点的多就有3个。OK， 所以我们要加油了，为了8位实习生的命运。OK， 来下一段 VCR。虽然来之前我就有做好准备，但是见到大家之后还是觉得都好优秀啊。是啊，上班第一天就见到这么多学霸，感觉自己都要变矮了。别啊，我这儿有个上班必备好物，脚下一达就能秒变1人。不能，但是能够秒变自在。快讲讲力。怎么样？嚼一嚼，好像紧张跟焦虑也被嚼碎了，清爽口感让我对这个月实习充满期待。Hello， 抱歉了。有什么？他们想对一下案件的事实。
哦，他们想讨论哎。有那个就是你刚才说的那个，你对故事的一个分析吗？我们其实还没太搞懂这个。我觉得得跟你叫什么名字？向志远。志远，我们一起来还原一下真相，感觉你记得应该比较完整，是吗？你要跟我合作吗？好呀。那我们一起可以吗？你可以。那我们可以合作，是可以合作的吗？应该不能吧。后面找案例，然后撰写报告，咱们肯定都是自己做的。但是前期的一些关键的事实吧，我们就是对一下，可以啊，都在正确的方向上。仲瑜真的是引擎哎，把这个团体的车这个开起来了，挺人挺好的，挺好的，别一上来就藏着掖着。但是也可能有人有不同的选择，对不对？对，是的。我觉得这是个人战，但是我可以给你们说一下我的大概想法。好呀，好。你们要对吗？好的。OK， 我们全去那里吧。好呀。洛欣要去吗？因为电脑才17%。17够了，绝对够了。17够了，惠普的17可以用很久。我们简单对一下，10分钟就 OK。哇哦。首先，我们是不是先对一下原告和被告的基本信息？可以啊 ，OK。原告他是30岁，然后大学学历，这是他要买的第3辆车。他和一个只跟 email 上联系的人沟通，他希望买下这辆车以30万港币的价格，但是他没有做什么事情去确定这个车真的存在，对吧？原告是王先生，是吧？他不是叫 Marco Lee 吗？李先生叫对，不好意思，李先生 Marco Lee， 不好意思。没事。关于他庭审，你有什么想法？他好像没有特别的难过。对，我看来好像很多钱的样子。好像无所谓的样子。还有一个问题，今天我们庭上看到的那位外国的先生，他是被告吗？还是被告？对，他叫 L。还有一个小问题，就是他放在这个保险的地方，这个保险的地方的名字我好像记得不太清楚，是叫 Astro 还是什么 ？Astro Airline Company。怎么拼？你们知道？就是 ESCROW 是保管。我有点担心仲瑜了。但其实他那个比特币的 company， 他不是说这个人本来有个 personal account， 然后申请了一个 corporate account， 然后那笔钱好像是从 corporate account 去操作，在同一天内。对，没错，好像是这样说的，就是那个个人账户的持有人是这个公司的 secretary 公司秘书，然后呢，比特币公司认为他们两者之间存在紧密的联系，然后因此可以用公司账户来付款。但是原告律师可能质疑说这是不合规的，因为你作为个人用户提供的文件和公司用户所需要的文件是完全不同的，对吧 ？Seller 不是冯 ，Seller 对，是的 ，Seller 是冯，就是冯就是那个实施诈骗行为的人。冯和他的妻子公司，他们两个是 partner， 他是用这个公司的账号去从事这个交易，因为这样子可能会让他看起来更可惜。谁和谁的老婆？这几个问题和回答就能看出来谁在状况外了。但这个团体讨论极有必要，因为好几位完全在状况外，可能没有办法 get 到就是案件的基本信息。我发现他们现在团体讨论，让他们先谈着。OK。因为我们规则也没有说不允许他们讨论嘛。当然可以讨论。反正你最后交的时候就是看谁交得快了。我们可以在这儿看一下。对。庭审记录这样看来的话，你预测这个课题1第2部分的这个分析报告谁会第一个交啊？其实，在面试的时候我已经有提过，就是
有普通法的背景是一个非常大的优势。Jade 就是他是在澳大利亚读普通法的 LB 的课程。Hello everyone, my name is Jade. I graduated from the University of Sydney with a G degree in laws and films. I interned at Fangda Partners, 六合 Law Firm, and the legal department of Alibaba Youku. As I approached graduation, I went to Freshfields, one of the Magic Circle law firms, and received an offer to stay. Consequently, I turned down my offer received from UC Berkeley and chose to work at Freshfields. I joined the Global Transaction ECM team, focusing on Hong Kong IPO and compliance. After working at Freshfields for 1 year, I resigned from this job. 看到你的履历，你是在 Magic Circle Firm 出来，一直都是做 IPO 跟并购有关的工作。为什么你会辞职来争取这个 offer？ 这个问题其实也是我深思熟虑之后的结果，因为当时我去Freshfields 实习的时候，整个团队的氛围也好呀，包括当时的这个 seniors 啊，然后我的带教，他们都非常的专业。这一年的经历呢，也确实充实了我自己，让我学到了很多。但是在这个工作的过程中，我就仔细的去想了，其实抛开平台，我最想做的业务领域是什么？然后我觉得我还是非常想要做诉讼的。哦，人知道自个儿要干嘛哈，真棒，这真爱啊！你觉得你自己的核心竞争力在哪儿？我觉得有几个点吧。第一个点呢是我的英文能力，第二个点呢是我的工作经历。我当时作为1年级律师，有去主持过就是大几十个人的这样的线上的会议去回答联交所那边的 comment letters。包括我相信在诉讼的过程中，可能跟客户沟通其实也是一个比较重要的一个部分，就如何让客户去信赖你。然后包括我觉得抛开实习经历，因为我学习的是 common law 嘛。然后第3点，我觉得也是做律师非常需要的一点，就是一股冲劲，一股拼劲吧。我觉得我是一个非常迎难而上的人，我坚定了一个目标，我一定会想方设法去把它做好。我在读大学的时候，我的教授跟我说的一句话，他说就是做律师其实是公民们通往正义的一个入口，然后做律师要做一块坚硬的石头，所以我也很希望自己能做这样一块坚硬的石头，能学以致用，去帮助一些需要帮助的人。哇，陈可儿，所以我对他的这个记录的期待还是挺大的，因为有那个普通法的基础。他的英语的水平应该也是比起他很多的同学应该也好。这个李先生 ，OK， 他的第一笔款他汇了多少钱？这个我后面就没有听。他原来说是300.000，就是标价，后来很快的就是自己就降到了25万，但是最后转账的时候要求他转的是249998.52。听得这么清楚？那他说什么？在收到车的5日之内，你可以决定买或不买。就是他是说，在这个5 working days， 你可以决定你买或不买。而且他很奇怪的2个点，就是一个是他的 shipping 是他的一个 dodgy point， 还有一个是 insurance 是他的 dodgy point。他说你作为一个买过保险人，你不觉得你买一辆车，你在5天之内，你甚至把它撞坏了不买都是 reasonable 的？这很明显就是一个 phishing 嘛。就是，所以应该他做这个是没问题。哇哦。这个有3个感叹号。In this case, he did nothing。你什么都没有做。所以这个庭审的笔记是有用的，是不是？他这个通过感叹号，就让你回忆起来你当时的问题和答案。他这个情绪非常明显啊，跟外国同学估计老写这种短信。还有他用了 capital letters， 对，大写，引起你的注意。对对对。他怎么会有时间在这个大小写之间做出这种转换啊？对吧？厉害。他还有提到 tracing， 有 tracing 很厉害。这不是一个简单的民事法律 principle。没错。就是追回那些钱的方法。这个其实就是因为他有那个普通法的背景。就是对课题的理解呀、证供的掌握都是比较领先的。所以从他的这个庭审的记录来看的话，你们觉得他
这个课题第二部分他做得不错，应该有可能他会最后是做得好的一个。哇，陈可儿厉害哦！你们呢？什么看法？Winnie，可能徐婉婷的更加顺畅一点，因为她毕竟是有做了一个表，然后她有写一些标题，可以提示你这个事情是怎么发展的。日期啊，数字啊，全都要想出来。对，这是好的。你看它 date time venue case 它里面有写 cyber scam fraud， 然后它括注里面写的 civil， 对，他知道是一个民事的诉讼，民事案件。对这一点他还是挺清楚的。就是他到底转没转到这个 escrow company？ 好像是没有转到 escrow， 直接去了那个 corporate account，crypto corporate account。那到底有没有 shipping company？ 就是 shipping company 和 airline 那个都没有，就是假的。所以冯的妻子的网站起到的作用就是只是借他的名字，就是来跟他更安心，就是说哦，我因为他给你减的钱。如果要是让我在众多誊本里面记录里面选一份做参考的话，我肯定是选他的。啊，厉害。信息量够高，并且他也知道这个进行的程序是怎么样的。徐同学还有很多的工作经历，大律师学徒的经历。各位大律师好，我是徐婉婷 Winnie， 今年22岁，我是香港中文大学法律本科的应届毕业生，即将9月继续会在中大继续修读法律专业证书。我去年的时候已经成功获得中大法学院的拔尖保研，送去伦敦国王学院，可是我还是选择先完成 PCLL 再去读研。我有10几份不同领域的一个实习的经验，包括大律师所、事务律师所、法官助理、法律助理等等。我觉得说像婉婷，她是在香港已经读了书，她自己是受过这一方面的培养，然后教育的话，其他7位还真的蛮难的。光是那个案例到底在哪里找的话，其实你没有这个学习背景是不知道的。是。身为香港人，我也有一个可能语言的优势吧，英语、普通话和粤语都通通精通，无论是口语还是写作能力都没有问题的，还会一点点的法语，还有香港手语。我的梦想是希望可以成为一个诉讼大律师，对刑事诉讼是特别感兴趣的。我中学时期已经有跟刑事大律师做刑事辩护的一个实习经历。中学的时候这么厉害啊！尽管我可能就外表看起来比较温文儒雅，也知道女性在刑事领域是很难脱颖而出的。我希望用我的实力来证明给别人看，10年之后我在行内也能成为一个优秀的刑事辩护大律师。我都想好自个儿的10年了，哇！整体来说，他是做得好的。有一点我肯定要批评徐婉婷，这个我很不满意，我刚才忘了 ，Miss Annie Bu，Mr. Defendant's Counsel， 被告的大律师没有名称，他在耿耿于怀这个。对，他应该忘记了你的名称。负分。还有就是罗一涵。哇 ，A B C D E F G。哦。所以这些都是他事先准备打出来的吗？这是好了。其实这个 A B C D F G 可以看到他是有准备。当然，重点是他的记录，我觉得都 OK。他是知道我们在做什么事情的，因为他有写 re-examination， 第2页他有写 cross-examination， 这是对的。其实应该有点像就是内地的那种民事侵权民事侵权，我觉得就是有点像不当得利。不当得利吗？对于这个比特币公司来说，大概的论点都有，而且页数paragraph 这些也都 cite 标记得很清楚。对。整体来说，他这个也是可以的。罗一涵可以有力的竞争者。现在就是陈仲云先生已经彻底出局了，对不对？他上来问的3个问题之后，让人揪心。一涵肯定稳的。有没有哪位同学你是比较担心的，觉得会做起来比较吃力一点？担心的肯定是这个用中文的王文翰。我们清晰的要求是要用英语的这是一个英文的审讯，如果他用中文来做庭审记录的话，
先不说及时的翻译有没有差误，如果他的师傅或者是当时大律师是只会英文的话，那这一份笔记其实没有任何意义。对。第3部分呢，法官问证人是否注意到姚景完了我交易时的异常情况，证人说没有注意到的，但是他是说有注意到，所以这个是很关键的错。所以这里的这个李先生他去告这个比特币交易公司，其实应该他的诉求其实是希望告他刑事的诈骗。不是刑事，好像是侵权，应该是侵权。那你侵犯的具体是什么财产权吗？不然还能有什么权？对呀，这肯定是财产权，这个应该没有争议。王文翰，对我来说已经是不合格的。Oh my god！ 还有就是山子薇，他这个第5点 ，Judges Questions 没有其他了。然后第6点 ，Court Order 也没有记录到。如果他不写 Court Order， 可能还没有人知道漏了这一点。对。第4点呢？就是法律的争议点，原告 plaintiff 是完全没有的，有可能他听不明白，OK， 有可能。所以我们的原告一直在问被告的重点是证明他有疏忽，证明他没有尽到注意义务，然后草率地进行了这笔交易。我们非常肯定他是不清楚这个案件的内容，他应该英语的水平不够。希望他在短时间内可以进步。然后洛欣同学，就1页纸。What？ 哇，它变成一个报告出来的一个 summary。但是，如果你看内容的话，其实他写得非常好。他真的非常了解这个案件。他的英语水平是非常高。哇，我记得还有一个比较重要的事实，就是他不是除了他进行的这个比特币交易之外，他有个 printing 的业务。对。他没有很声称自己目前最主要的这个业务是加密货币交易。然后，就是问题是你要做一个记录，就是你要把所有的东西记录下来。他已经自己做了一个筛选。但是他的选择不一定是最重要，或者是师傅觉得有用的东西。就是一个问题，一个答案，就可以令我们赢一个官司。所以，如果他不是将所有的证据写下来的话，有可能他的师傅就会 miss 了一个，错失一些重点。对。所以我在想，他是不是会有原版的材料？有一堆才可以慢慢这样筛选出来。这个，因为他不可能一直听，就一直这样 summarize 出来的，我觉得。那他可能是不知道庭审记录，他们可能需要的是这种类型的。对，能力很强，经验不足。不知道这个环节要的东西的模板。一直没说咱们陈仲瑜啊，可能是一种保护。我们的第1个课题并没有结束。同学们加快速度哦，我们还是要注重效率的。他们不交，导师也不能走。你交了吗？我没交啊。这句话好有压力啊！他问大家：“你交了吗？”我已经好了。我预测罗一涵先交，然后婉婷现在在疯狂检查。他交了，是个男生哎，希望是仲瑜。但不一定第1个过，对吧？我感觉要绝望了。我觉得他的视角不错的，就是关大律师非常喜欢的那种。我想讲他说的点，就是我所有想要的点。我自己是没有可能做到他那么好了，都快说服我了。会过吗？过不了了。我们经过讨论之后，决定是9月12日起，每周4、周5 19点更新正片，会员抢先看1周，每周6 12点 SVIP 抢先看加更版，19点 VIP 会员专享，看更多实习生精彩内容。每周日12点 SVIP 抢先看，19点 VIP 会员专享，惊喜嘉宾在线陪你看 offer。周1、周2、周3花絮预告刷不停。佼佼益达好自在 ，get 职场好状态。本节目由益达无糖口香糖独家冠名播出。自信每一面，带感赢 offer。
本节目由百度帮阿达帕林凝胶赞助播出。雙手緊握這挑戰不懼，更多的感慨不缺道理。無畏懼再會更狂一切，再一次挑戰我，堅決在那跑人群中，世界能屬我，交出每個掙脫的特愛。無奈那也只可會踏破，精彩會有過，這一生是什麼想，誰會在意它？奔跑人群中。上微博参与令人心怒的 offer 进行辩论，畅所欲言你的观点。更多精彩资讯尽在新浪娱乐、微博娱乐、微博综艺、新浪综艺。感谢飞利城传媒对本节目的大力支持。